萧炎兄弟是怎么做到的？哈哈，我就知道萧炎弟弟总能够给我们创造奇迹，加油啊！雨涵站在原地大笑一声，手臂高举自己的头顶，为萧炎的恐怖反击呐喊助威。在这振奋人心的一幕，不仅是雨涵如此的激动，就连三大主母都面露喜色，他们的目光移都不敢移动一下，生怕错过了这一场精彩的奇迹对决。而萧炎站在那片虚空中，身躯被火焰之光包裹，宛若火焰之神。他那平静的目光中透出一种凌厉与坚定，仿佛宣告着他不屈的意志与胜利的决心。在这场几乎没有多大胜算的较量中，萧炎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强大实力。六色神怒火莲的毁灭威能恐怖至极，炙热的毁灭风暴肆意席卷了整个战场。但在片刻之后，这股能量开始消散，就如同烟雾在阳光下逐渐散去。此时那里只残留着一丝毁灭气息，那9天神袍的大能者确实不见了身影。见到这一幕，众人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喜悦，仿佛是久旱逢甘霖。他们欢呼雀跃着，声音中充满了无法抑制的激动。我们赢了吗？击败那位神秘大能者了吗？然而2位神殿殿主的话语如同一盆冷水浇下，他们的声音虽然不大，却清晰地传达到每个人的耳中。上空的银河还在，那神秘的大能者应该并没有被萧炎小兄弟的这一招所击败。这句话犹如一道惊雷，在人群中炸开，瞬间让现场的气氛再次变得格外凝重起来。萧炎那淡定如一的身影站在虚空中，他的火焰之眼在灰暗的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万火之光。他静静地环视四周，目光所及之处尽是战火与废墟。然后就在众人目不转睛的注视下，他的身影如同幻影一般，一晃便从原地消失无踪。这一刹那，所有人的心脏都漏跳了一拍，他们望着空荡荡的空间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。就在众人不解之时，萧炎刚消失的空间出现了空间扭曲，紧接着一道神掌直接轰击在其位置上，只不过这道神掌再次落了空。萧炎如影随形，他的火焰星之眼仿佛能穿透对方的9天神光，直视9天神袍大能者的下一步动作。那9天神袍大能者虽然被9天光芒所笼罩，但从其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，众人无不感受到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力量。而且对方似乎还并未施展出全力，刚刚的神掌破空而至，却只击中了虚无，都是因为萧炎那双火焰星之眼似乎预知了一切。有意思，居然能够洞察我的神息流动，这就是你从火焰之心上获得的新大能吗？9天神袍大能者的声音淡漠而遥远，他的目光似在虚空中来回游移，最终锁定住了萧炎的具体踪迹。下一秒，或许被9天神袍大能者锁定自己的气息，萧炎的身影再度出现，他从扭曲的空间中撕裂而出，火焰之眼犹如2团燃烧的万烈之火，炽热而坚定。他是怎么做到对方会攻击在那里？难道他会未卜先知？众人议论纷纷，他们的眼中满是疑惑不解之色。萧炎的每一次出现，总是在众人以为他会被攻击到的瞬间，却总是能巧妙地避开，仿佛他能预测对方的下一步动作。如此可怕的大能，你的确很不错，大道修为居然将火焰之心收服。如果无没说错的话，你刚刚所有的行为应该就是火焰之心的万火玉技吧？闻言，萧炎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对方的身躯上，没想到对方居然知道他的万火玉技。万火玉技有3大奇能：万火音波元、万火神光元、火焰星之眼。见萧炎并没有直接回答，但从他的表情变化中可以看出自己已经说对了。虽然你的火焰星之眼可以洞悉无的神息流动，但是以你大道修为，恐怕无法将万火玉技发挥到极致，最多施展3次就已经是你目前的极限吧。萧炎那古蓝无波的神色似乎开始有了一丝触动，暗自惊叹道：对方究竟是什么人，居然连我施展万火玉技的火焰星之眼的次数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虽然这10年间自己吸收了火焰之心的能量，但是万火玉技想要施展却只能施展3次，而现在已经施展2次，恐怕再施展第3次，那么就会由于自身的修为还达不到彻底掌握万火玉技的强大力量，到时候依旧会让自己陷入危机。想要彻底的掌控施展万火玉技的力量，修为必须是造化主神，不然在造化之下的修为施展万火玉技的力量都会被限制，无法将万火玉技发挥到极致。你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却能够洞察我的一切，你的身份也让我越来越感兴趣了。既然被你知道了万火玉技的目前缺点，那么这第3招将会是你我最关键的胜负。被对方识破自己的缺点，那就必须速战速决，不然拖久了对自己的局面很不利。在萧炎的体内，一股恐怖的万火精华之源如同被惊醒的巨兽猛然间爆发出来，一股股火焰如同有生命的熔岩汇聚在他的掌心，形成了一个旋转的漩涡。火焰漩涡不断吸收周围的热能，使周遭的温度骤降，仿佛置身于冰火2重天的奇异之境。漩涡中心的火焰燃烧得愈发猛烈，赤红色的火光照亮了萧炎的脸庞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坚定之色。随着漩涡的旋转速度加快，火焰发出的音波也愈发强烈，
像是有千万把剑在空中激荡，锋利而刺耳。周围的空气因为高温和音波的双重压力而变得扭曲，仿佛连空间都难以承受这股力量的冲击。即使是一位大道主神，也不敢轻易接近那个火焰的漩涡，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卷入其中，遭受无法挽回的重创，甚至是到新的毁灭。这股力量的强大已经超越了众人理解的范畴，它仿佛是来自大宙中最神圣的神力，让人感到恐惧和敬畏。在这个时刻，萧炎的身体和这股力量已经融为一体，他就是这股力量的化身，他就是这个万火漩涡的主宰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无尽的神圣力量与神圣威严，让周围的一切都为之颤抖。此刻的萧炎掌控着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，万火郁寂的力量也在萧炎全力施展下，那股恐怖的音波愈发变得不可控制一般。大道主神的实力果然还是无法彻底操控万火郁寂，这第三招就是一决胜负的唯一机会。火焰如蛟龙般在空中狂舞，蔚为壮观的漩涡不断扩张，仿佛要吞噬一切。萧炎的身影在火焰漩涡的遮掩下变得模糊不清，然而他的气势却与之相反，如同潜龙深藏，在酝酿着惊天动地的力量。突然，一股炽热的火芒从火焰漩涡的中心点爆发，萧炎的身形化身成一尊巍峨的神像，屹立在火焰漩涡之中。火焰漩涡的边缘弥漫着极致的热浪，其中万火之威彻底的爆发，几乎能将所有靠近其边缘的神奇强者烤焦。而那股磅礴神圣的音波却在这烈焰的漩涡中达到了巅峰，它仿佛能穿透一切阻碍，震撼每一寸大地。萧炎的火焰之眼光芒一闪，伴随着万火音波源5个大字从他的喉咙中响起，那火焰漩涡爆发出更加耀眼的万火之光，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围绕着神像旋转，仿佛要将它推向更高的苍穹。萧炎化身的神像站在火焰漩涡中站立不动，双手缓缓举起，掌心蕴含着炙热的力量。他目光如炬，神情肃穆，面对着眼前的强敌，那火焰漩涡如同听从了他的号令，释放出一道又万火同时释放而出的音波，宛如千军万马奔腾，声势惊人，雷声炸响，天地颠倒。瞬息间，万火音波横扫四方，将周围的空气都压缩成了实质般的墙。远处，即便是9天神袍的大能者，也能感受到这股万火音波源带来的恐怖压迫感。万火之焰与音波交织，形成了一幅震撼天地的毁灭画面。一位大道主神的修为居然能够将火焰之心的力量发挥到如此地步，对于火道上的领域，怕是除了当年的那位无上神，这家伙现在怕是最强的火道修炼者了。如果再给他这样成长下去，恐怕登临造化只是时间问题。一旦登临造化，那么施展火焰之心的力量，怕是比现在更强数倍不止。9天神袍大能者这时也感到萧炎所修炼的火道非常深不可测，所以不能再与他玩下去了。热身也应该结束了，让你尝一下无真正的力量。神明9天，诸神陨灭，星辰错落，夜幕如幕，9天神袍的大能者宛如神明降临，威严而神秘。突然间，其周身气势如破竹般激增，上空的银河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扯，瞬间变为了银河诞生之初的壮阔景象。璀璨星河倒悬，星光熠熠，银河之中一股隐藏在最深处的神秘力量在涌动，仿佛能重塑毁灭天地万物。下方的2位神殿殿主的脸色骤变，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惊恐与无力。在那最深处的神秘力量如同洪荒毁灭，并不是他们这些神奇可以抵抗的存在。他们虽然是大宙中的大道主神也，可是现在他们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。不好，对方那股神秘力量一旦从那最深处爆发，我们即便全部联手，也根本无法对抗一丝一毫。盘龙这位神元宫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公主，其表情更是扭曲，肌肉紧绷，仿佛即将面临着巨大恐惧的降临。难道我们就真的陨落在此处了吗？2位神殿殿主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奈和悲哀，他们心有不甘，就差一步就能够获得解决他们神脉力量的问题。然而这场变革将彻底湮灭他们的最后希望，而他们或许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粟，在这股力量面前，所有的抵抗都是徒劳，只能默默接受这无可逆转的命运。